这三个向量我做怎么样的线组合，最后会得到5负2 9的向量。OK， 好，这变成3个变数3个 equation 的情况啊。那还是一样，我刚跟你讲说有2种观点来看，一个从肉的观点来看，一个从 column 的观点来看啊。好，那为什么从 column 观点来看会比较好啊？而不要从肉的观点，而不是从肉的观点来看？为什么从 column 观点来看比较好？比方说啊。我是同样的 ax， 但是 b 不一样，啊，比方说，我把它变成这样子啊。我现在的问题是，同样的 a， 但是 b 不一样，对不对 ？a 是一样，211 4负6 0负272， OK， 但是右边的不一样，刚才是5负2 9，现在是3负2 5，好，同样这样的equation啊 ，a 一样 ，x 一样，但是 b 不一样。如果你从肉的观点来看，从肉的观点来看呢，这3个平面是不一样的平面，对不对？这是不一样的平面啊。但是从 column 的观点来看呢，从 column 观点来看，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对不对？这3个向量的线组合，怎么样线组合会得到右边的？因为我 a 一样啊 ，a 一样，所以这3个向量是一样的，3个向量没有变。OK 啊，所以我这个3个向量没有，只是说我最后右边那个向量变了啊。所以很多原来的性质基本上这个东西都保持住了。所以你如果从肉的观点来看呢，这个3个平面就不一样，就变了。这是一个3个不同的平面，但你从 column 的观点来看，这3个向量色彩一样。还是同样的3个向量啊，所以很多原来问题的性质都留着，但是你如果从肉的观点来看，就看起来就不一样。所以从 column 的观点来看，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观点。OK， 所以你以后看这个东西啊，要这样看，知道啊？这个 equation 它乘它是怎么样？是这样，是这样。OK， 好，这个矩阵乘它是第一个变数乘上第一个 column 加上第二个变数乘上第二个 column 加第三个变数乘上第三个等于右边那个向量。OK 啊，基本上这样看会比较好。很多问题你从不同的观点看，就看到不同的东西，你解起来也会不一样。不好意思啊，所以后面会从我们大概会从这样的观点来看这个东西。好，那in general这样子的问题啊 ，ax 等于 b 这样的问题呢，基本上在问什么？比方说，我就问你说 ，OK， 如果我是 ax 等于 b， 对不对？然后我那个 b 假设不一样，比方说我刚才那个第一个5负2 9，我有答案嘛，对不对？解出来就是1 2，对。那我现在换了一个 b， 比方说变3负2 5，那答案有没有答案？你是还是一个答案呢，还是怎么样？有没有答案啊？那这个例子呢，基本上有答案了。这个例子答案就是这个是110了啊，那加一加就刚好对面。那还是一组解，
那比方说到底有没有解？那我问你说，如果把 B 换，我把 B 换了，把 A 不变，矩阵不变，但是右边那个向量 B 变。比方说刚才我5负2/9的时候，我有唯一组解嘛，对不对？那我给你3负2/5的时候，我也是唯一组解。那我现在说，我先换一个 B， 我随便给你一个，比方说101。那问你说它有没有解？它到底解的性质是怎么样？这样问啊，假设我这样问你啊，那从一个现在就数理而言，刚才那个问题呢，我假设写成这个。写的这个数学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刚才那个矩阵的 column 的3个向量啊，我把它做线组合。对不对？这个 AX 就是，比方说 A 是随板式里330的矩阵 ，AX 就是把 A 的3个 column 做线组合。对不对？我线组合的结果会不会等于所有的 B？ 先问这样的嘛，对不对？这个有没有解？就是说 A 的 column 做线组合可不可能等于所有的 B？ 是不是同样问题吧？也就是说 ，do the linear combination of the columns fill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我是所有的3度空间里的向量呢？都可以写成 A 的 column 的线组合。好，这个如果有些东西你还不懂没关系啊，我只要大概知道问题是什么就好了。A 的 column 3个 column 会不会做线组合？会不会等于所有的3度空间里的向量？知道问题吧？所以换了 B 以后有没有解？就是基本上就这样，是不是任何的 B 我都有解？所以我解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在回答这个事情。如果我把把 B 换掉的观点来看的话，OK 有没有问题？这边有问题啊。然后这个你当然要从 column 的观点来看它，你才会看到这样一个问题。OK， 那对于我现在给你这个 A。接下来给你这个 A 这个 A 2114负60负272，这个一个而言，如果我把这边换掉，那这样我刚问你说，是不是 always 有解？这3个 column 是不是做任何线组合？做线组合可以得到所有的 B？ 对这个 A 而言，会不会？你觉得会不会？会不会？那是不是我随便换一个，是不是都有解？好。这答案是什么呢？你们猜猜看，是吧？是不是 always 有解？我随便，比方这个 A 而言，我把这个换掉，是不是 always 有解？随便给你的，是不是都有解？有没有解？对这个而言，这个答案是 yes。好，那我反过来看，说什么时候没有，什么时候不会有？什么时候不会有？这3个向量，这个问题就是这3个向量嘛，对不对？这3个向量我把它做线组合，是不是可以得到任何一个向量？可不可以？因为这个我给大家有个立体模型在这边就比较好看你可以看出来它会不会。然后这3个向量会不会？你把它做线组合，不同线组合是不是可以得到任何一个向量？会不会？然后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出来一个例子，一个向量在这，一个向量在这边这2个向量这是突然一个例子，这有2个向量，然后你把这2个向量做线组合，可不可以得到任何一个向量？
对这个例子而言，可不可以？这个例子可以。对这个例子呢也可以。我把这个3个向量做任何线组合，做线组合一定可以得到任何向量。为什么？比方说，你想想看什么时候不行啊？然后这2个向量什么时候不能？你把它做线组合，什么时候不能得到所有的向量？这2个向量在同一条直线上没办法。那这2个向量只要不要在同一条直线上，就把它做线组合可以得到任何一个。那什么时候不行呢？就这3个向量不要在同一个平面上。只要这3个向量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就是这个3点，不要，就是这个3个向量不要在同一个平面上，它线组合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向量。所以什么时候不行啊？就是说，当这3个向量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时候，它的线组合就不能得到所有的。只要这3个向量不要在同一个平面上，它的线组合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当然，这3个不能有任何一个是零向量的哈。3个假如都不为零向量的话，它只要不要在同一个平面上，你把它做线组合就可以得到任何的这个3个空间里的任何一个向量。好，后面你现在这个还不是完全懂这个 OK 啊，然后后面就会跟你讲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从解联立方程式的观点就会带你到为什么可以这样。那后面就很简单，我前面给你一个矩阵，你都知道它是不是 always 有解。我现在右边给你个 B， 你是不是 always 有解？好，这都可以有系统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就牵涉到这个矩阵的一个东西叫做 column space 的问题。这个 column space 的 dimension 叫做这个矩阵的 rank。OK， 就是这个矩阵的 rank 到底是多少？啊，它如果是在一个平面上的时候，这个矩阵的 rank 就不会超过2。如果它不在同一个平面上，这矩阵的 rank 是3。当这个 rank 是3的时候，这个 always 右边的 b 就是任何的 b 我都 always 有解。好，后面就会学到这个，所以如果现在不清楚没关系，后面就会学到。OK， 好，所以我刚到这边为止，我只在强调啊，就说你以后看这个东西要这样看啊，没问题吧？这个乘法是这样乘的，对啊，这是比较好的看法。OK，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开始解这个线性联立方程式了。到底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啊？怎么样有系统的方式解？所以不管这个矩阵多大，我都可以解。或者说这个矩阵很大很大，有一些实际的问题，这个 A 可以很大，可以上千或上万这么大啊，很大很大 ，A 可能很大。比方说你在一个网络里面的问题，这个 A 就非常大啊。比方说你这个如果去解这个Google， 我跟你讲说 Google Search Engine 里面这个 PageRank 的 algorithm， 它就要去解一个矩阵就非常非常大。你想这个网络上有多少个点啊？有很多很多的点。所以我必须要有很多问题，我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方法。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它的复杂度 （complexity） 的观点来看啊，它是个 complexity 比较低的一个方法啊，这样才对一个大的问题，我还是可以用它啊。那这个问题解线联立方程式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叫 Gaussian elimination 啊。这 Gaussian 这个字 G-A-U-S-S 就是 Gauss 是什么？有数学家叫高斯，有读过啊？高斯这个数学家是个18世纪末的到19世纪初的一个数学家，他是德国人，啊，他是数学家也是物理学家 ，OK， 他在数学上有很多贡献啊。这个 Gaussian elimination 就是他的一个贡献，在有效率的解决这个线性联立方程式，怎么样解线性联立方程式？好。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这个其实很简单。
OK， 我要解这个啊，这个是一个330的例子，三个式子，3个变数，然后把 x y z 解出来。OK， 好，那这怎么解啊？那基本上就是消去，对不对？我最后要解成什么？最后等于 x 等于多少 ，y 等于多少 ，z 等于多少，对不对？那我就想办法把这边每一个equation都有3个系数嘛，我就想办法把这系数变少一点，就是把它消掉。啊，我就想办法把它消掉，那最后我就可以把它解出来。那怎么样？问题是怎么样有系统的消它啊？那就是这个高斯消去法，就跟你讲，我到底要把它这个式子要消成什么样子，然后我就有系统的可以解出来。好，这个怎么做啊？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说我从第一个equation开始，啊，我找这个最左边那个系数，第一个equation最左边这个嘛啊，所以第一个equation最左边的系数就是2。OK， 然后这个2呢，我就有一个名字叫做 pivot， 叫 pivot， 好，找到这个第一个equation最左边那个以后，然后怎么办？好，我把这个东西当 pivot， 那我要消什么东西？我要想办法把这个 p 板下面的系数都把它消成0。OK， 好，那怎么样把它消成0？就把原来这个第一个equation乘上一个倍数加到第二个equation来，就把它消成0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是4，你怎么样把它消成0？就把这个第一个equation乘上-2加过来，对不对？就变成0了嘛。所以呢，你就第一步就是把这个第一个equation乘上-2，加过来，就把这个4消掉了，对不对？那其他位置就照算，2乘-2加4就变0了。那这边呢，4乘-2加9变1了，对不对？-2乘-2是正4，正4减3就变正1了。那同理，这个后面都要算啊。所以把第一个equation乘上-2加到第二个equation，你就把这边消掉了。然后呢，你要把这个2下面这个 p 把下面的部分都把它消成0啊。所以第二步呢，就把这个要消成0。那这个是2，这是-2，就把它消成0，就是2乘多少？乘1加过来就消掉了，对不对？2加-2就消成0了哈。所以第一步呢，就把这个 p 板，然后把 p 板下方的系数都消成0，然后就把它化简。好，所以把第一个equation不变。好，所以把第一个equation乘-2加过来，所以2乘-2加过来这就0了，所以这边就没有了。然后4乘-2加到9变成正1，就变成 y， 对不对？然后再来2乘-2是4减3是正1，然后2乘-2是-4加8是4，所以第二个equation就变成 y 加 z 等于4， x 的系数就没有了。好，那同理，你把第一个equation乘上1加过来，2加-2就变成0了，然后4减3变成 y， 然后-2加7变成5， 2加10变成12，所以我第一步做下来就变这样。OK， 好，所以刚才这个 p 法就已经完成工作，就不动了。所以这个已经完成了，然后呢，这个你下面消完，再找第二个equation最左边的这个系数啊，这个左边系数就有个1在这边嘛啊，所以第二个 p 法就是1，这是个第二个 p 法啊，这第二个 p 法，第一个 p 法是2，第二个 p 法是1，然后呢还是一样，你把它的下方的系数消成0，所以把这个消成0啊。所以这个系数是1，这边也是1，所以你怎么样把它消成0？就乘上-1加过来，所以就把它乘上-1。第二个equation乘上-1加过来，就把这个 y 消掉了。OK， 所以你再下来就变成了，所以刚才第一个 p 法把它变成这样子，那第二 p 法再做下来就变成。
变成这样子。第一个 equation， 第二个 equation 都不变啊。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乘负1加过来，所以1加负1等于0，1对负1加5等于4啊，然后这个是负4加2等于8，变4z 等于8，有得到这样 ？OK， 好，所以第二个批法做完了啊。然后再来我就找第三个批法，就第三个equation最左边这个系数，因为前面都被消掉了嘛。刚才前面两个批法都把这边消成0，这个下面消成0，所以这个第一个系数就在这里啊，所以这个批法就在这边，就是4，这是第三个批法。然后第三个批法啊。然后呢，我要做什么？我要把这个批法下方的消成0，下面没有了，所以就结束了。所以把它消成这个样子，我就停在这儿，然后再来解这个，所以我会得到这个过程里，我就会得到3个批法啊。这个例子我会得到3个批法，第一个批法是2，第二个批法是1，第三个批法是4。OK， 啊，这3个值是有意义的啊，后面会看到很多东西跟这3个值有关。好，然后呢，我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这边左边呢就变成一个斜的三角形啊，叫上三角形。这个矩阵是上三角形的，2、4、负2、1、1、4，对不对？这个上三角形的，因为这个下面都没有了，它的下方斜的下方都没有。你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以后呢，你就可以解回来。为什么？你就倒着解回来啊。因为我从这边就解回来，对不对啊？我这个解回来，4z 等于8，因为这个equation只有一个变数，所以就把 z 解出来了。4等于8，所以 z 等于多少 ？z 等于2，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z 等于2。你把这个equation 变成这样子上三角形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后面倒着解回来，一个一个变数给解出来。那这时候我就变成 z 等于2，第一个 z 等于2，对不对？然后这个解出来以后，你把它带到上面这个式子来，变成 y 加2等于4，对不对？变成 y 加2等于4。那这时候只加 y 了，对，你把这个带进来 ，y 加2等于4，就把它写成 y， 所以 y 等于多少 ？y 等于2。y 等于2。z 等于2 ，y 等于2，然后再带到第一个式子里面，因为这个解出来带进来，这个把 z 解出来带进来，把 y 解出来，所以 y 跟 z 都解出来，你带回来就可以把 x 解出来。可以把这个 z 等于2 ，y 等于2带到第一个式，你就把只加 x 这个变数，就把 x 解出来了。OK， 8减4是4，移过去负2 ，2x 等于负2 ，x 等于负1。就把它解出来了啊，所以第一步你先做正的 forward elimination 啊，正的消去，然后呢再做 backward substitution 啊，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backward substitution 啊，倒着带回去，你只要把它削成这种上三角形的样子。就可以倒着带回去，从 z 开始，再自己解出来带进来得到 y 跟 z 解出来带进来得到 x 啊，就可以倒着解回来，最后就得到我的解，我的解就解出来了，所以这个解就变成，答案就是负1 2 2，得到唯一主解。OK， 这个问题，有问题？好，那我通常呢，我不要去写这个系数 x y z 啊，所以我通常都用矩阵的方式写啊。就后面呢，我常常就写成这样子。
所以我把刚刚的过程，我再用矩阵的方式写一次啊，因为我那个 x y z 你都知道嘛啊，所以就不必 x y z 不必写了，你只要把系数写出来就好了。对大部分情况呢，我就直接写矩阵的样子就好了。好，所以这个问题是那边这个问题啊，所以一开始我就这样写。这是矩阵嘛 ，A 对不对？啊 ，B 就写在右边，就把它隔开来。对，因为你知道这是 x 的系数，是 y 这个系的系数，你不要写了。OK， 然后呢，就找 p 法，就下面这个运算就一样了啊。你去找 p 法，这个第一个 p 法在这边2，然后把这下面消成0，你把它消掉了，就变这样子。对，把它消掉，对不对？来找第二个 p 法是1，把这边消掉，这个乘-1加过来，就把这个1消掉。OK， 你就得到，再来